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J Invest， 我是 J。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Netflix 和 Warner Brothers 之间的一个收购案，以及这个收购案对 Netflix 可能的影响。那最近关于这个收购案的一个新闻其实是蛮多的。那主要是上个周五的时候 ，Netflix 算是正式公布了他们对华纳兄弟的一个收购的一个细节。那华纳兄弟同时也是公布了这个收购的一个细节，也就是他们的董事会已经同意了。那可是到周一的时候，另一个对华纳兄弟很感兴趣的一个公司就是 Paramount 派拉蒙影业。他们也是一直想要去收购华纳兄弟，但是他们的一个报价一直都没有被华纳兄弟的一个董事会所认可，所以他们就在周一的时候又重新提出了他们的一个报价，并且这个报价是比 Netflix 的报价还是要更高，而且他们也表示说这个报价还有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空间。那这个首先是被大家认为是一个恶意的一个竞价了，因为 Netflix 和华纳兄弟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了嘛，所以现在 Netflix 是否能够成功收购华纳兄弟又成了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一件事。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关注几个大家可能也会关注的问题，然后来更新一下目前他们的一个收购案的一个进展，最终来给大家一个估值，来看一下 Netflix 在下跌了大约30%左右的一个状况下，它目前的价钱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买点。那首先来总结一下这三个大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 Netflix 和华纳兄弟他们的这个收购对 Netflix 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那简短的一个回答就是好事，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那主要原因就是华纳兄弟他们手上有很多价值很高的 IP 啊，包括像是 DC Universe、DC 的一个宇宙，然后还有 Harry Potter 对吧？哈利波特的一个 IP， 然后还有像 Friends 还有 Big Bang Theory 这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喜剧的一个 IP， 然后当然他们还有 HBO， 然后还有那 HBO 他们就有像是 Game of Thrones 权力的游戏啊这些很优质的 IP 啊，那所以他们的 IP 是非常非常的价值很高的一个存在。那同时他们也收购了华纳兄弟他们手上的一个 Studios， 那好的 Studios 也是 Netflix 非常欠缺的一个资产，他们一直以来都是租用别人的一个 Studios 去拍他们自己的一个剧集哦。那整个这个价值对 Netflix 来讲其实是非常高的。那等一下我们会来仔细分析一下 Netflix 付出的这个价值到底值不值得其实在我来看是非常值得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 Paramount 他们又加价去恶意去竞价，那之后这个收购会有什么可能的一个进展或者结果？那在我看来，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还是 Netflix 他们之后能够成功收购。那其他的一个最糟的状况就是这个收购被监管制止了，因为反垄断的关系。那剩下的一些状况，我觉得对于 Netflix 来讲都不算太糟的一个状况。OK， 等一下我们来仔细分析。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Netflix 他们目前的股价96块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买点了？简短来回答的话，就是还不错。这个价格其实算比较便宜的一个价格了，当然这不是投资建议。OK，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仔细来分析一下这三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收购对于 Netflix 来讲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收购的一个细节。那根据上个周五 Netflix 他们官方公布的一个收购的细节，那首先他们会收购华纳兄弟这个公司里面的 Studios， 然后包括像是电影还有电视的 Studios， 那同时他们也会收购 HBO Max，就是 HBO 的串流平台，然后还有 HBO， 他们也算是一个 studio， 还有一个制作公司。那同时他们也会收购像华纳兄弟他们所有的这些 IP 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 IP。OK，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Netflix 他们不会去收购华纳兄弟里面的有线电视的部分，就是 Discovery Global， 因为他们觉得目前有线电视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资产了，所以他们要求华纳兄弟在明年第3季度之前把 Discovery Global， 就是这个有线电视的部分给拆分出去。并且他们也把很多不好的这个贷款都包含在了这个有线电视的部分，要求他们拆分出去。所以说他们拿到的一个资产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他们觉得有价值的一个资产，包括像 IP， 包括像 Studios， 然后包括像是串流的一个平台。同时他们只拿到 10.7 个 billion 的一个负债，那剩下的华纳兄弟的30多个 billion 的负债，他们都要求他们去打包在有线电视的这个部门给拆分出去。所以简单来讲，对于 Netflix 来说，他们就是只拿到好的资产，没有拿到坏的资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deal， 而且华纳兄弟还同意了，对吧？那拿到这些资产之后 Netflix 他们会怎样去打算去运营？这边 Netflix 他们是给出了5个大的一个重点。第一个就是 Netflix 他们会维持华纳兄弟他们目前的一个运营的一个状况不会有太大的一个组织架构方面的一个干涉。OK， 第二个的话就是他们会利用更好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 IP 的一个 offering 来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一个价值。那第三个的话就是他们会利用华纳兄弟的一个 studio 的一个部门，然后来增
增强整个娱乐产业的一个 studio 的一个发展，然后也会提高更多的一个工作岗位。那第4个的话，就是 Netflix 会利用他们本身的这个非常强的一个订阅的一个观众的一个群体，然后来增强他们和影视工作人员之间的一个沟通，然后去创造出更好的一些有创意的或者更高质量的这些影音的一个作品。那第5个的话，就是 Netflix 提出了这个收购对股东来讲会有这样的一个价值，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那2个重要的数字还有时间节点，就是他们预期在第3年的时候，他们就会节省超过2到3个 billion 在成本方面。那同时在第2年，他们就会实现盈利的一个增长的一个状况。那这个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利好，因为要知道目前 Netflix 他们每年的一个 earnings 也就是10个 billion 左右，所以能够有2到3个 billion 的一个成本的一个节省，那对于 margin expansion 来讲就是非常大的一个20到30个 percent 的一个margin 的一个提升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所以从这个 deal 的架构来讲， Netflix 是只拿到好的资产，然后最小化了一个坏的资产的一个影响，同时他们和华纳兄弟的这个收购的这个资产之间有个很好的一个协同的效应，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那另外一个我想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 Netflix 他们付出了一个72个 billion 的一个净的支出，现金加股权的一个支出，购买华纳兄弟的这些资产是不是值得？那这边的角度就是我先去大概估一下这些他们会拿到这个 IP 的价值会有多少。那华纳兄弟他们主要的一个 IP 就是像是 DC 宇宙，然后哈利波特的一个 IP， 那 HBO 的这些 IP 他们的这些好的剧集，那还有一些情景剧像是 Friends 这些，那同时还有他们这么多年的一个历史，100多年的一个历史里面他们拍的这个电影。那最后一个就是一些游戏方面的，还有 merchandise 就是周边的一个估值。那这边的估值我主要就根据之前其他的类似的影视行业的一个 IP 的售卖，他们的一个价格来估一下目前华纳兄弟他们这些 IP 的一个价值。那像 DC 的话就是对标 Marvel 对吧？那同时 DC 里面还有个很有价值的蝙蝠侠的一个 IP。那 Harry Potter 就是对标之前的 Lucasfilm， 应该就是星球大战的这个 IP 它的价值。那 HBO 的话呢，就是对标这些 MGM 米高梅的这些IP 的一个价值。米高梅的话里面就是有那些像是 James Bond 007这些系列，那 HBO 里面就更多了，像是权力的游戏这些。那 Friends 这边就是根据他们每年去售卖给某些平台，让他们去播出每年收到的一个钱来给它进行一个大概的估值。那剩下就是电影还有游戏方面的一个大概的估值。当然这些估值都不会说是特别准确啦，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像现金流这样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估值。我觉得它上下的范围还是有10个 billion 10几个 billion 还是有可能的。那大概估下来是57个 billion， 所以说这个 IP 本身就很有价值了。那除此之外，我觉得从 IP 里面 Netflix 还会得到很多的一个好处。第一个就是Netflix 他们每年花10几个 billion 去做一些内容的一个制作，那这方面的一个投入呢，我觉得还是蛮大的，而且他们产出不是说非常的稳定，有一些爆款，但是有很多也就是大家看一下就忘记了。它不像这些 IP 如果你围绕这些 IP 去做这些创作的话呢，他们的带来的一个金流是非常的可持续的。所以说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这些 IP 会给 Netflix 带来很多持续性的一个现金流，而且相关的一个影音创作方面的一个投入可能还会变得更小，这也是节约成本的一部分。那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在收购这些 IP 之后呢， Netflix 他们的一个定价权就会变得更高，在目前的一个基础上每个月提高定价$5，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有可能会更高。那如果仅仅提升$5的话，它就可以给 Netflix 每年带来18个 billion 的一个营收，这个是非常夸张的，对吧？而且这只是在目前300个 million， 就是3亿个订阅的人群的一个基础上。如果说之后第3点，它的一个订阅的基础变得更高了，因为现在你有新的 IP 了嘛，这是很有可能的，对吧？而且取消订阅的一个几率可能会变得更低，那这个 IP 带来的一个收入，这个订阅带来的收入可能就会更加的夸张。那第4点就是 Netflix 他们一直想要去开发游戏方面的一些营收那在新的 IP 进来呢，我觉得新的游戏的可能性也会更多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 Netflix 他们72个 billion 的一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划算的。虽然说相对于之前华纳兄弟他们的一个股价来讲，这个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溢价收购但是我觉得华纳兄弟他们的一个 IP 在 Netflix 这里可以发挥更大的一个价值，那对 Netflix 来讲，这个价钱其实蛮划算的。OK， 那这就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收购的一个状况在 Netflix 这个 deal 公布之后呢， Paramount 他们又提出了更新的一个 deal 呢，并且 Paramount 他们也是呼吁监管去拒绝 Netflix 他们的一个
这个 deal， 其中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说 Netflix 他们和华纳兄弟他们并在一起之后呢，会有一个垄断的一个问题。那这边的话 Netflix 的 co-CEO Greg Peters 他们在今天的一个采访中，他们是回应这个问题，是讲说他们在收购华纳兄弟之后，他们的整个view hours 就是观看时间的一个 share 会从 8% 上升到 9%， 还是比 YouTube 的 13% 会低很多。但是 Paramount 他们如果去收购了华纳兄弟之后呢，他们的一个观看时间会来到 14%， 会更高的一个状况。但是在我去仔细去研究这个问题之后，我发现这个数据其实有点站不住脚。那这边是 Nielsen， 他们是第三方的一个去统计这些影视串流平台还有有线电视平台他们整个观看时间的一个数据，每个季度都会更新，甚至每个月都会更新。那最新的一个月份是更新在10月份。那在这个10月份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整个观看的时间最高的是 YouTube， 这个是没错 12.9%。第二、第三、第四分别是 Disney， 然后 Universal 还有 Fox。那第五、第六、第七的竞争就是比较激烈， Paramount 是 8.2%， Netflix 8%， 那华纳兄弟是 5.6%。正好就是这个收购案里面卷入的3个角色。那其中呢 Paramount 和 Netflix 他们2个之间的一个份额是会经常互换，就是有高有低，都是 8% 左右。所以如果从反垄断的角度来看的话，无论是 Paramount 还是 Netflix，谁收购了华纳兄弟，他们整个观看时间的一个份额都会来到13到14%这样，会超过 YouTube 目前12.9% 的一个位置都会成为第一，都有这种垄断的一个风险。所以从垄断的角度来看，我觉得 Paramount 和 Netflix 他们就是一个50步笑百步的一个状况，都没有说谁会处于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有利的一个位置。OK， 那所以的话，目前就是 Paramount 那边就是 Devin Ellison， 他就是 Paramount 目前的一个 CEO， 他也是甲骨文的老板 Larry Ellison 的一个儿子。OK， 那他们目前就是去积极的去游说华纳兄弟的这些股东，其中就包括很多基金经理。那 Netflix 也会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面去进行游说，并且我觉得这个 pace 可能还会比较快因为华纳兄弟他们的董事会必须要在接下来一两个礼拜里面去回应 Paramount 他们最新的一个 offer。所以现在对比一下两边的一个 offer， 就是 Paramount 他们是会打算买下整个华纳兄弟。包括像是不良的那个资产，就是有线电视的部分，他们也会买下，并且他们会用全部的一个现金去买下，而不是像说 Netflix 他们只去买下这个华纳兄弟的一个好的资产，而不买这个不好的资产，并且 Netflix 他们支付的除了现金的部分，也会支付一部分 Netflix 的一个股权的部分。所以如果站在华纳兄弟的一个股东的角度来看，我觉得 Paramount 的一个 offer 确实会更好一些，因为他们也不会说发愁之后的那些不良的资产，对吧？他们也不需要去持有那个股权，他们直接拿现金就好了。所以 Paramount 的这个 offer 还是蛮有优势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接下来这个收购案会有怎样的一个可能的一个进展？那我觉得会有5个大的一个方向。第一个就是 Netflix 他们目前的一个 offer 可以通过，那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还是最高的，因为 Netflix 他们之前去提出这个 deal 的时候，他们就是很有信心的。如果这个 deal 没有通过的话呢，他们会去支付给华纳兄弟 5.8 个 billion 的一个费用，所以他们的信心应该还是蛮足的，监管这方面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那第二个可能性的话，就是 Paramount 他们的 deal 最终被华纳兄弟所接受OK， 如果是这样的话 Netflix 就会得到 2.8 个 billion 的一个费用，这也是华纳兄弟他们之前有答应的，就是如果他们没有去履行这个被收购的这个过程的话，他们就要支付给 Netflix 一部分钱。那第三个可能性的话，就是这个deal 最终被监管以反垄断的原因给 reject 掉，给拒绝掉，那 Netflix 就是要付给华纳兄弟 5.8 个 billion 的这个费用那第4个可能性就是 Netflix 要继续加价去跟 Paramount 去竞争这个华纳兄弟的一个收购的一个权利。那第5个部分就是这个收购最终不了了之，实在是太麻烦了，大家都不愿意去收购了。那这是第5个可能。那在这些可能性里面，我目前还是觉得第一个可能性是最高的，因为目前在 Netflix 他们的CEO 的一个表态里面，他们还是蛮有信心这个会通过的，而且他们之前也是有预期到 Paramount 还会继续提出更高的一个价格，所以目前我们就先相信 Netflix 的 CEO 的一个说法。那如果之后有更多更新的话，我们再来给大家一个更新的一个 update。OK。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来看一下 Netflix 它目前的一个估值。OK， 那 Netflix 在我们上次估值的时候，它的价格大概是120到130块之间，当时应该是2个月之前。那现在 Netflix 已经从最高点的130块跌到了现在96块，应该是下跌了将近30% 左右吧。那更新了 Netflix 最新的一个cash flow， 然后债务、现金这些数据之后，那目前 Netflix 他们 base case 的一个股价是来到165块哦。那 bear case 的话呢是123块左右， bull case 的话呢是216或者217块左右。OK， 当然这个增速如果你觉得 Netflix 没有那么高，那你可以往下调整。但不管怎样，现在的一个股价是96块，它是比 bear case 的123块还要低很多的一个状况，所以 margin of safety 安全面积是蛮大的。OK， 那如果从 PE 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它的 forward PE 是30左右 ，PE ratio 的话是1.06左右，是非常低的一个状况。这也是 Netflix 很少见的一个这么低的一个 PE ratio。所以从估值的角度来看，我觉得 Netflix 这个估值是蛮合理的。如果一直关注 Netflix， 但是找不到好的价格入手的投资者，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一个状况。当然，这不是投资建议。所以总结一下这期视频，我觉得 Netflix 如果能够成功收购华纳兄弟的话呢，对他们的业务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加成的作用。无论是从 IP 的角度，还是从内容制作的一个角度，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协同的一个作用。并且他们之后会有更好的一个定价权。那另外从估值的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 Netflix 目前的价格也是来到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一个位置那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 Netflix 他们最后到底能不能够成功的收购华纳兄弟这个我们就之后如果有更新的消息再来给大家分享。OK， 那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 J，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